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观音菩萨和弥勒佛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两尊菩萨。在前几期的节目中，小编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关于未来佛、弥勒佛的内容。那么今天，小编把观世音菩萨也请进来，聊聊观世音菩萨和弥勒佛名号中所隐藏的天机。弥勒和观音的意思分别是大慈和大悲。直到后来，弥勒和观音这个名字里面隐藏的天机才被揭示出来，那就是弥勒和观音只是佛菩萨的称号。历史上其实有很多人修成了弥勒佛或者观音菩萨，而且定期更换。还有就是弥勒佛成佛的时间一直都被佛教徒误解了。楞严经认为，过去曾经有佛名观世音，观世音菩萨为其弟子，故也称观世音。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等都是属于大菩萨。我们看到这些大菩萨都远远超过了一般佛的层次，甚至于比如来都高。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中讲，观音在无量劫前就已经修行成为正觉，号为正法明如来。释迦牟尼佛也承认自己是观音的弟子。观音三昧经中就记载了，佛祖释迦牟尼说过，观音在我之前成佛，名正法明如来，我为苦行弟子。由于观音的大悲愿力及所发菩提心，为了安乐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的道业，故仍然视现为菩萨。因他以救苦救难为己任，故在民间的影响极为深远。从楞严经的描述可知，观世音度的一个弟子也修成了观世音菩萨，其实就是替换了原来的观世音。民间传说的33观音有杨柳观音、持金观音、圆光观音、游戏观音、白衣观音、莲卧观音、龙剑观音、施药观音、鱼篮观音、德王观音、水月观音、一叶观音、清净观音、威德观音、延命观音、众宝观音、严护观音、能净观音、阿诺观音、阿摩提观音、夜依观音、琉璃观音、多罗僧观音、哈离观音、六十观音、普悲观音、马郎父观音、合掌观音、一如观音、不二观音、持莲观音、洒水观音，还有传说慈航道人、妙善公主、智公禅师等修成了观音菩萨。而在一切之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一卷中，也收录了弥勒的本事、过去世，以及预言了未来弥勒的成佛。在本事方面，说到过去有一乱世，国名圣花夫，国王荒淫，彗星横流，连雨不止，洪水暴涨。那时有一佛名叫弥勒，以慈心四无量法教化一切，所说的经典名叫慈三昧光大悲海云海。那时有一个大婆罗门名叫一切之光明，皈依了弥勒佛，一心持诵这部佛经，并发愿未来也要成佛，名字也叫弥勒佛。因为恰好是乱世，一切之光明只好端坐，不得起食，经历7日。森林里有500只白兔，其中一只母兔王和他的儿子为了救助一切之光明，所以自杀了，希望尸体留给一切之光明食用。但是一切之光明不忍吃这2只兔子的尸肉，于是入拜光明慈三昧，燃火自杀而死。释迦说，一切之光明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，白兔王就是释迦自己。至于预言弥勒成佛的事，仅简单几句：我涅槃后56亿万岁，当于穰区转轮圣王国土，华林园中，金刚座处，龙华菩提树下，得成佛道，转妙法轮。从上面这部经书中可以看到，弥勒佛是有很多的。过去有一个弥勒古佛，他有一个徒弟叫一切之光明，这个徒弟将来也要成佛，名字也叫弥勒佛。而且这个一切之光明现在又是释迦佛的徒弟，姓弥勒，叫阿逸多，将在释迦涅槃56亿万岁之后成为弥勒佛。这个56亿万岁并不是释迦的原话，而是将天上的时间换算成人间的时间得到的。有人专门计算过，应该是5亿6千万年。现在的佛教徒以讹传讹，认定未来佛弥勒佛只有56亿年后才会出现，别的都是假的。其实他们是混淆了阿逸多弥勒佛和别的弥勒佛。
比如还有转轮圣王弥勒佛。释迦牟尼就曾多次提到过未来佛，说末法时转轮圣王将下世为弥勒佛，救度众生。因大福德力故，其实感得幽昙花盛开，而现在就是佛教的末法时期。就在最近几年，幽昙花在世界各地盛开。历史上记载，布袋和尚弃子也曾修成弥勒佛。据《宋高僧传》记载，弃子是五代时明州人，又号长听子，经常手持锡杖，杖上挂一布袋，出入于市镇乡村，在江浙一带行乞游化。他身材矮胖，大腹便便，言语无常，随处坐卧，与人言吉凶，颇为应验，能预知情语。天将雨，即着湿布鞋，抗旱即夜木屐，居民以此为宴。因为他总是负着一个布袋，故被称为布袋和尚。他常在人前把布袋里化缘来的食物一股脑地倾倒在地上，对围观的人们叫道：“看看！”曾作歌曰：“只个心心，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灵悟，纵横妙用可怜生，一切不如心真实。万法何殊心何异，何劳更用寻经义。”他作画于明州岳林寺一块磐石之上，圆寂前留下一记：“弥勒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是时人，时人自不识。”由此后人便认作他是弥勒转世，为他建塔供养。此后江浙一带逐渐按布袋和尚的样子塑成坦腹大肚、喜笑颜开的笑口弥勒像，并安置于天王殿中，令人一进山门就有一种皆大欢喜的感觉。既然弥勒和观音只是佛号，那为什么要定期更换神佛呢？因为弥勒和观音等神佛要度三界内的人就得靠近三界，可是时间又不能太长了，不然的话他们会被三界染污的回不去，所以定期要更换。他们会度一个人上来接替佛位，当下一个人修成了弥勒佛或者观音菩萨时，其形象、威德和慈悲，神的法力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上一届的弥勒佛或者观音菩萨将被更换，他们就可以远离三界了。所以历史上有很多人修成了弥勒佛与观音菩萨等菩萨果位，只不过过去大多不为人所知罢了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两则关于弥勒佛出世的预言。隔岸一路预言，3000之运释迦预言，当末下生弥勒佛。500年前，一位神人留下了这本名叫《隔岸一路》的预言书。与所有其他预言书不同的是，别的预言书只是预言了未来，而这本预言书在预言未来的同时，还告知了过去。其中就提到了弥勒曾是伏羲帝、周文王、唐太宗。总的来说，从周朝之后的3000年，刚好是佛历3000年，是以佛教信仰为主，因为这3000年是释迦之运3000年。释迦之运3000年，弥勒出世正式运。如今佛历3000年已经过去，释迦佛教之运也早就进入了末法时期，现在正是弥勒佛出世的正法之运。而且这次的弥勒佛是转轮圣王，子为圣人，他不会重复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出家修行的宗教之路，而是会开创在家修炼的无宗教之路。左右宫间弥勒佛，龙华三界出世之。宫主要指太极阴阳曲线，弥勒不仅仅是佛家的人物，同时还是道家的人物，因为他曾经是东方人类始祖伏羲帝、周文王、唐太宗，而且弥勒还是西方教中的人物，他曾经在西方转生过。无疑东方天圣出，这次是西气东来，在东方龙华出世。入山修道念佛者们，弥勒世尊虽苦待，释迦之运去不来，一去不回不再来，3000之运释迦预言，当末下生弥勒佛。这6句针对的是佛教信徒所说，入山修道念佛者们，你们虽然苦待弥勒世尊，却不知道释迦牟尼曾预言3000之运，也就是佛历3000年前后将有弥勒佛降世苦度众生。这6句就是说，连释迦牟尼都说当今时代是末法时代，他的那个教法已经不管用了，将由弥勒佛降世普度众生，而你们为何还固守那个佛教呢？而在刘伯温烧饼歌中也有记载，帝曰：末后道何人传？温曰：有诗为证，不向僧来不向道，
头戴4两羊绒帽，真佛不在寺庙内，他长弥勒源头教。帝曰：弥勒降凡在哪里？文曰：听臣道来，未来教主临下凡，不落宰府供官员，不在皇宫为太子，不在佛门与道院，将在寒门草堂内，燕南赵北，把金散。帝曰：以因何说道字？文曰：上末后10年，万祖下界，千佛临凡，普天星斗，阿含全真，满天菩萨，难脱此劫，乃是未来佛下方传道，天上天下诸佛诸祖，不遇金线之路，难脱此劫，学了果位，末后乐风81劫。预言道出未来的末法时期，弥勒佛降生在寒门草堂的平民家里，在北京这个地方开始传法。因为古时北京南为赵国，北京及北部为燕国，在这个地方把金散是指把佛法传开。最后的大意是，天上的佛道神都要来接受佛法的考验。金线之路似乎比喻既珍贵又狭窄的这样一条修炼之路，而那些不同层次的神，如不接受这样的考验，也会在这一次考验中被淘汰。总结，在佛道神3家的预言中，都提到了未来将要出现一位救世大圣人。佛家认为3000年一开的优昙花象征着转轮圣王出世，道家认为紫微圣人将在2033年之前出现，基督教认为在以色列复国1948年后的那一代人将会看到弥赛亚。最近的研究发现，佛家的未来佛转轮圣王弥勒就是道家的紫微圣人，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。佛道神3家3教圣人同注释。根据各家的预言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，救世大圣人将于佛历3000年左右出现。上面几个预言都证明了这一点，希望那些末法时期的佛教徒不要错过亲见如来的万古机缘，是该醒悟的时候了。